笔尖的颜色放到花尖上，然后从花尖往下渐变开。再来一点。笔尖尖上面取一点点颜色，这里就颜色一定不能多，一定要控制你的一个取量，因为这里一旦多了的话，出来就不对啦。毛尖尖取一点点，多余的颜色放到花尖儿，然后侧推往下。好，没有颜色的时候，我们再往下带。深色先放到花瓣尖端，好，往下渐变扫 ，OK， 带，继续，就颜色过半之后就要消失不见啊。好，颜色过半之后就要开始消失不见。只有花瓣尖尖端端，尖端的尖尖端端，只有花瓣尖端的那个位置是粉色的。这里一定要控制水的笔上的一个水量，控制在一个适中。侧推，用我们的一个渐变手法，侧推的手法。好，正中间啊，先把旁边的这些小的画完吧。先把旁边小的花瓣侧方的画完，我们再去画最后正中间那一半。就是说要做出这种干净的渐变效果，笔上一定是在一个适中的控水量啊，笔上颜色取量要少，水也要少，适中湿润度。好，接下来画最后正中间的这一半。这半尖尖颜色先放到尖尖上，好，侧锋往下平移，对，慢慢的往下平移，颜色越推越浅。OK， 颜色越推越浅，到了下方就没什么颜色了。来看一下。然后接下来，就现在它还是处于一种非常粉嫩的一种状态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加上，再给它做上接色。这个手机把我的手照得好黑呀，这个颜色也看着有一点黑。边边上如果说有这种不均匀、不流畅的边边，我们可以用毛尖尖、干净的笔尖啊，带一下。对，用干净的毛尖儿轻轻带一下。好，接色这里我们就直接用刚刚调的那个颜色就好了啊，不管是偏绿还是偏蓝都行。来，毛尖儿沾一点点。好，从这个花瓣的底座侧推，好，侧推。往中间去，颜色到中间就要开始消失不见，就在它的底座上。如果说有水圈之类的，轻轻勾带一下，没关系。好，如果说觉得颜色不够，我们还可以再加深。好，边边上带一带。好，把花瓣的下半部分加上。好，然后现在笔尖指向花瓣根部，好，我们就反着又做一个渐变。
好，每一个花瓣都可以给它做一层这个颜色，甚至有的你们可以就是用绿色。每个花瓣都加一点点，大的就多加一点，小的就少加一点啊，反正每个都要有一点点，不能厚此薄彼。水圈带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除了神龙摆尾，哎，也可以将颜色推，侧推的方式推，毛尖儿给它捋直了。有时候颜色的这个边线，我们就可以稍微的给它带一带，因为这个边线带完了之后，反而是增加它的一个层次轮廓。靠颜色的这个轮廓线去分辨它的一些花瓣层次。这里也可以再去带一点点。好，差不多了。往花心走，别带的太过分了，来一点就可以了。我都还想把那个红色再加一点点。因为正面的这一朵，它是站在主角位置上，给它特殊照顾一下吧。其他的也是把花尖上再加一点点颜色。对，我们现在的话是在勾细节的地方啊，取一点颜色，细节处给它勾一下，花尖尖上还是得要点一下颜色。如果说花瓣之间有产生叠压的地方，我们可以这样勾一点线条，把空间给它隔开。好，那比如说这些位置，这里花瓣明显是有叠压的产生了，我们在转弯的位置轻轻的勾一条线，把这个空间给它隔开。都是勾在那种尖尖的地方，尖还有就这种转弯的地方。好，勾完了之后，每个花瓣就非常的清晰了。然后在花瓣上再画一些花的经脉，勾一点细线啊，跟着弧度来勾。这里的话，你们勾的时候小心一点，笔立起来，一定要非常的精细，用笔尖去勾带一下啊。一般就是这种2条线平行错位开来，勾的特别的细。好。如果说有没勾好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再去做弱化，线条是可以做弱化的。好，看一下 ，OK， 差不多。叶子，好，到叶子的部分，叶子的话就是用我们刚刚调的这个颜色啊。
放上去，放上去，放上去。先在外面这边的轮廓上，哎，放一个色块上去，哎，好，放一个色块上去，点到中间，把色块又带回到中间去啊。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你加一点这个棕绿色也没问题啊，加一点棕绿色进去啊也没问题，先加上去嘛，对吧？然后加上去之后，我要给它颜色中间揉一点水圈，揉这个水圈干嘛嘞？把它叶子的轮廓做出来，因为这里它的那个叶脉啊，我不是勾的线，我是直接用水圈和水圈之间形成的这个轮廓线，就是充当它的叶子经脉，并不是手动的去勾的，因为利用水彩的特性自然形成的这种线条，水圈线条肯定是比你手动要勾出来的那个要自然很多嘛。那只要你洗色揉色揉完走好，这里形成的这个纹路就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水圈状态，这就是我们12技法当中的洗色技法。还记不记得这个手法呀？洗色技法，洗色技法一般都是一个辅助技法，在修正和改错当中去使用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利用它的一个特性，把它运用到我们的一些款式当中。如果说你觉得它的这个排得太密，线条排得太密，那么你可以将一些位置就是稍微的隔开一点。重新揉一下水圈，然后水圈干了之后又会形成一种新的走向。好，那接下来做下层翻折，这个下层的翻折面我们直接用这个颜色啊。好，做下层的翻折面来，我刚刚说了，带一点裙边，好，添一个弧度。带一点裙边波浪褶皱，两边接到边缘弧度这里来，好，接过来，OK， 你继续揉呗，那继续在这里去揉走弧度。当然，它这个翻折面这一层颜色肯定是会要深一些，如果说你觉得不够，颜色太浅了，你再去加进去也是 OK 的啊。有些线条不好看，我们就把它边边给它揉了。对，有一些边缘的这个波浪褶皱不好看，我们就用揉边的方式重新给它排褶皱出来。好，巴擦巴擦。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做荷叶想把这个荷叶做好的话，你们就多把那个混色技法那一章啊多看一看。笔尖所指的位置，这个水圈就会明显一点。所以你想要哪里的水圈线条明显，你笔尖就指向哪个地方。如果说想要形成清晰干净的这个水圈，那么你这个地方揉完之后，你先换一个地方揉，好，换一个地方揉，揉完了之后你再过来，在这个边线旁边再去揉。也就是说你要让两个这个边线相交的非常的自然，那你一定是在一边已经干了的情况下，如果两边都还是湿润的，那个边线就会糊掉。也就是说，你揉完这个地方之后，明明这里已经形成水圈了，然后你又在旁边去揉，因为这边还没有干，然后你又在旁边去揉，那这两块色块之间它就会糊掉。好，接下来给它画上枝干，枝干的话，我们用抠这边深一点的，抠这里深一点的，加一点黑色过去，还是用刚刚那个颜色啊，只不过我们用深一点的颜色，加一点黑色进去。好。
笔尖立起来，压笔侧推，往下拉。好，笔尖立起来，压笔侧推，压笔侧推。好，压笔侧推。侧推的话，因为我们笔尖指向的那一方线条颜色会更实一些，这样子做出来的这个枝干感觉就很立体，因为本身它就是圆柱形的嘛，它就会自带一种立体效果。你看没有这个枝干？好，如果颜色不够明显，我们再去复描一层。颜色只要下层干了，你再去叠，它就会很明显了啊。好，那2个枝干就勾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上底胶封层。哦，不对，还有揉，还有背景，我们还是要给它来点晕染哦，就用这边的颜色。好，多一点绿色好了。背景给它来一片晕染，就感觉可能是山水也罢，或者是湖面也罢，新的叶子也罢，给它来一点这种晕染。但是你在加个这个色块的时候，注意叶子这个边缘带一带，自然的给它带到叶子这个边角。好，然后把这个水圈给它揉一揉啊。又是一个揉色技法，我们这里揉的是色块的边缘，给它形成新的一种走位。在背景这里边缘弱化掉，揉边，让这种色块形成一种新的走位在中间。好，靠近边缘的地方弱化掉。在上底胶之前，我们要把边边擦一擦。对，擦一下边缘的颜色，因为我们马上要封胶了。水彩之上的话，我们先上底胶，后上封层啊。底胶先整甲全涂，全涂完了之后去照灯。底胶上完了，照灯之后，我们再去涂封层。这里用的是一个亮面封层，然后你们假装我已经涂过底胶了。对，你们假装我涂过底胶了。做客人的时候，刻甲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涂底胶，这个是非常安全保险的一种方式。好，这一层涂了，我们等一下还没有结束啊。好，有毛毛要往下刷，嘿，刷下来。有毛毛往下赶，好，用笔带到尖尖上，棉片上擦一擦。甲面要刷均匀，刷干净。这里好长一个毛。好，刷完封层之后，你可以稍微倒置一下，然后再去照灯啊，照灯时间是120秒。封层操作完了之后，我们拿出白色的微雕胶啊，白色微雕胶走一下它的边线。这个微雕胶我们是可以在封层上面直接去操作，它是一种微立体浮雕胶。操作完了之后直接照灯，不用再单独封层。可以去个胶，轻轻的去勾一下它的一些轮廓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花瓣的这个轮廓，我们轻轻的去走位一下，为了让它更明显一点。好，尖尖上轻轻的带一带。好，把它的尖尖表现的明显一些。线条不自然的地方，我们就用点儿去过渡。
好，不要忘了下面这里啊，还有一个花瓣儿，尖尖边线勾一下，好，边边勾一下。我们都是不全包啊，不是整个去画一个框框起来，都是在中段或者是转弯的地方、腰身的地方，只要这个线条打完了之后，你能够基本上能够确定它的一个整体轮廓形态就对了的。好，哎。好，转弯的这些地方，线条勾细一点啊，笔尖提起来勾。勾完之后就会有那种非常立体的那种浮雕的那种效果。喂，包括它的这个枝干上，肯定是勾在亮边的这边枝干啊。轻轻的笔尖带着胶，点缀一下，不要去勾太长、太连贯的线条，我们勾一点这种短粗粗的线条，甚至线条的尽头用个点儿给它连接承接。好，荷叶边边 ，OK。好，也是这种断断续续的线条啊，短短的线条带点弧度。带点弧度。好。这个拿去照灯，然后大拇指的部分就完成了，给大家看一下。来看一下，照完灯之后，大拇指这个部分就完成了啊。OK， 照灯时间120秒。接下来我们把腹甲的晕染做一做。腹甲的晕染，先把色块安排上去，有白色啊。还有这个豆黄，然后灰绿，这种奶绿的颜色，好，安排上去。安排上去了之后，拿个圆头笔，轻轻的带着这个胶，扒拉扒拉。走一走，有时候胶跟胶之间啊，等一下举个胶，好，有时候胶跟胶之间它这个，有时候胶跟胶之间它这个过渡线这里，我们可以把笔放平，就是你的笔放平在上面，这样带着胶，带着胶绕一下圈，打一下 C 弧，这样绕着走。好，然后胶跟胶之间就会拖拽出一些特殊的这种纹路，就跟那种，来看一下，就会带出这种胶与胶缠绕而导致的这种肌理纹路。好，就不管它了。
好，边缘刷一下，清扫一下，用笔带一带，做一下雾化，做一下色块的雾化。OK， 如果说指尖我觉得颜色有一点深，那我有可能就会把指尖擦一下，蹭一下，应该说是把指尖多余的颜色蹭掉，擦到指尖上。OK， 就独留一个色块在中间，然后拿去照灯。就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就你直接拿颜色这个刷子去刷也行啊。色块都集中在我们的甲片终端位置，后缘和指尖的位置是我们需要就是弱化的地方。然后就直接两个颜色刷了刷了，刷了刷了。那你直接拿刷子刷也行，就简单的做一层这种色块，你第一层都不用做太深。好，照灯。然后这个副甲不对，无名指的这个主甲荷花部分以及荷叶部分跟前面的大拇指上其实是一样的啊，只是这个构图如果说没看明白的，可以再去看一下前面纸上的演示。这里的话，我把莲蓬的位置示范讲解一下就 OK 咯。还是用刚刚我们调过的那个颜色，多一点旁边的这个棕绿。好，先浅浅的在这个莲蓬的面儿上面给它来一层，注意留一点波浪弧度。好，浅浅的在面上来一层。OK， 波浪弧度留出来，然后去推它的侧面底座。这个推的时候从左往右来。用笔侧推，好，压笔侧推，就跟做莲蓬的那个画它的那个枝干部分一样啊。好，侧推，然后在侧推的过程当中，有一边线就会笔尖指的那边线就会深一点，然后压笔腹的位置就会浅一点。那画出来之后，它是不是就会带着这种，看一下，带着这种阴影轮廓感？好，侧推带点弧度，推下来，那这个莲蓬看起来就会很立体，而且带着轮廓弧度。这里底座这里加深，然后把它那个莲蓬的那个边边也给它勾描一下，这个边边，好。哎呀，勾多了。擦掉，中间点一点孔，笔尖取一点颜色，立笔在中间，用笔尖，好，揉一揉笔尖啊，就定个点在那儿。笔尖定在那儿不要动，然后就这样左右扭一扭。好，提笔挑着勾一下，好，挑着勾一下，提笔起来，往前挑着勾一下，就会出来这种洞洞。莲子的那个东东。好，这个莲蓬就算是画好了，还是照封个层，底胶封层完了之后，用白色的微雕胶给它勾一下轮廓线。它的那个背景部分，我们还是可以给它润一点背景的颜色。好，先大面积的色块带上去。好，大面积的色块带上去。那到这种花瓣的边线的时候，小心一点，你先把这个花瓣抠出来。好，抠出来之后，打圈圈，揉搓搓，做出一种新的纹路。
边缘要给它弱化，靠近甲片边缘的时候弱化。好了，完全干透了之后，我们再去上底胶和封层，还是要擦一下边边的啊。假装我这一层上的是底胶，封层照完灯之后，我们再勾白微雕。那里白微雕我还是把莲蓬的位置给大家演示一下。好，照灯120秒。好，莲蓬的轮廓我们加在中间。好，每一个褶边中间加一条细线。然后周围，浅勾一下。好，可以了，浅勾一下。如果说你勾的发现多了不好看，擦掉。簪钻胶准备齐，好，把那颗中指搞一搞。然后我刚刚想了一下，这个荷叶上面，如果说你们可以的话，还可以给它加点水珠，用这种透的免洗簪钻胶啊，免洗簪钻胶一定得是免洗，然后嗲一块小水珠起来，然后在甲面上放到甲面上，我对个焦。这个位置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啊。提起来放到甲面上，放上去之后，这样绕圈圈。绕圈圈是让胶流下去，让水滴变大。一边绕一边往上提，往上提是为了让这个水滴，这样转着转着更圆润，而且更饱满。那就这样，它就是非常圆润饱满的那种状态。这样给它加点水滴在上面，老好看了。照灯。就为什么用免洗簪钻胶？等一下不用封层，因为你一封层可能会弱化掉这个水珠的立体感。还有第二就是免洗比较方便，而且簪钻胶比较粘稠，它塌的没那么快。好，再来2个。好，绕，一边绕一边往上提，它就会非常的立体。这里在旁下面再点一个小的，一大一小配合着。哎呀，还是要点一颗照个灯啊！点一颗照个灯，固化一下，免得它没那么立体了。啊，就固个形，只要不要流就好了。打圈圈，一边绕圈圈，一边慢慢的往上提。好，看一下。啊，注意下面的胶啊，你的灯不要照到下面的胶，到时候废了。这里给它加一个小的吧。好，因为你往上提的时候拉丝，然后转圈可以把它拧断，拧断了之后那个丝又回弹回去啊，往下塌，正好就会那个弧形就刚好，而且的话也会很立体、干净、圆润。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哎呦，还是这个，再给它加一层，感觉大的那颗有一点塌了，再给它加一点。这个丝你可以等它回弹，或者转个方向，让它汇集到笔尖，形成一个小胶珠。绕上去，往上滴溜。如果说顶得太高的话，你可以先让它塌一下。先让它塌一下，我们再照灯固化。
天气热了，胶会变得非常的稀。像这种很粘稠的粘钻胶，它夏天也会偏稀的，也会流动的比较快，比平时会快一些啊。那这种可比你画一个水滴看起来更逼真，而且更好看哎。好，固个形再拿去照灯，哇，绝美绝美绝美！接下来轮到中指部分了。中指部分的话，它首先我们把这个玉石先搞一搞啊，因为玉石上面缠了一个红线，这个玉石是一个成品玉石，我们穿过一条红线，那给它打一个结。你们看一下这个玉石上面这条红线是绑在上面的，好，拧紧，拧紧绑在上面，哎，封层搞一点，就放在这儿吧，搞一点点封层。刚刚的拉线笔取一点封层，取一点封层，给它放到这条线上面去。这里面也不要放过。好，边边上也不要放过。封层会渗透进去，渗透进这个绳子底部，让它跟玉石联合在一起。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它定型照灯。照完灯之后，它就牢牢的贴在这个玉石上面了。然后我们再把下面的，再把下面的这个结给它解开。解开之后，你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剪掉。嘿，贴纸贴上。贴纸的话，这里用到的是印章贴纸。找一个印章，好，找个长一点的印章。哎呀，夹猛了！哎呀，夹拧了，给它夹缺了，那就那边朝下吧。空气从四周压出去。这里还没有封层呢，压紧，不要让它起翘。粘钻胶抬出来，好，把小玉石夹起来。漫长的开怀。容纳天地。好，底部蘸一下胶，放上去，红线朝上，摆放一下位置，看一下有没有歪。OK。好，拿去照灯。最后整体给它刷一个封层。这个玉石我是没有封层的啊。如果说，也可以给它封一下子。那把表面上擦一擦，封一下子吧。
冲一下子，看起来这个玉石的质感很油润哦，很油润。有个毛毛。那刷完照灯，照灯封尘结束之后，这个款式就完成啦。打着光给大家看一下，哎，非常漂亮的一个款式。